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被金主坑了，李梦当过刘亦菲干妈。一，王一博的人鱼是搁置了吗？博纳最新6月份财报又锤了人鱼还在前期筹划中，目前还没有开机。但是之前有消息已经在传人鱼已经秘密拍完了，还补充爆料说主演有汤唯、王传君，为了有悬念所以不在网上公布，但其实如果真的杀青了，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所以博纳这最新财报出来后，又引发群嘲。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观众都建议王一博的粉丝去举报博纳，说博纳造假，隐瞒了已经开机的项目，但没有在年报里披露公开，属于是犯法了。同理，如果这个项目不是博纳的，是别的公司做的又已经开机，但博纳还写了这个人鱼项目，又属于涉嫌伪造项目，还是犯法。这闹的就是要逼王一博得罪圈里一众金主爸爸的节奏，但王一博肯定不会这么容易受舆论影响，他本人对这个项目是很重视的，已经为此空了很久的档期了，一般的影视项目他也瞧不上，除了他背后资本组的大制作之外，其他剧组因为白玉兰拿出风波，怕惹麻烦也不敢找他，搞得他目前处境确实挺尴尬的。但投资方那边因为资金紧张开不了机，现在就是看钱什么时候能到位了。二，张艺兴跟赵露思是真的谈过恋爱。张艺兴跟赵露思的绯闻又来了，这次是女方的粉丝脱粉后爆料，说赵露思杀青后跟张艺兴2次联系上了，但给出的证据主要也还是之前被扒过的那些，也就是艺人之间的一些细节重叠，包括且不限于同时段内同城、同款窗帘、同款表情包、疑似隔空呼应的文案等。之所以说张艺兴和赵露思这是复合，是因为恋情是去年就被爆了，后面还有狗子出来添油加醋了，说拍到张艺兴住的酒店门口，赵露思的车也停在这个酒店。可人家拍到艺人的恋情瓜，好歹要拍到同框吧，实在不行两家艺人的助理同款也行，这俩人就是车停在了同一家酒店，就说俩人在一起了。包括如今爆料他俩又重新联系上，也是脱粉粉丝张口就来的纯文字爆料，目前确实没有什么实锤可以证明张艺兴和赵露思谈过或是正在谈恋爱。所以表哥也还是之前的态度，俩人的感情状况都没有变化。张艺兴是单身，前不久也刚问过的，他对感情挺传统的，不是那种乱来的人，之前确实低调谈过女朋友，但基本都是素人。赵露思最近也没有什么新情况，她的行程一直都很紧凑，大多数时间都在剧组拍戏。听说单身有一段时间了，圈里追他的人不少，各个咖位的都有，只是没听他和哪个艺人走得很近。三，被曝恋情的是李梦。狗子预告的公认最难搞的90花恋情瓜，就是大家意料中的李梦，她被拍到和一男子挽手看房，吃完饭一起回家了。平心而论，一个30+女演员谈恋爱，这再正常不过吧，毕竟人家年纪也不小了，而且走的演员路线，找个对象就跟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的事，所以他也是爽快就承认了恋情，一个无人伤亡的恋情瓜罢了。其实相比于李梦的新恋情，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他最难搞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性格的问题。李梦以前脾气很暴，而且他是很随性，不分场合不分对象，最疯的一次直接在剧组摔东西发脾气，
然后把到手的角色做没了，这还是已经进组的情况下被换的。不过他凭借于正的剧提升口碑之后，现在他开始走接地气友好人设路线，脾气算收敛很多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分场合的发脾气，为路人缘在做一定妥协。这波要是把握得好，热度涨一涨，以后戏约多起来他就挺满足的。再说感情生活方面，其实李梦曾经也算是刘亦菲干妈之一。陈金飞之前做过一段时间李梦的经纪人，给她喂过一些资源，当时跟她竞争的还有杨采钰，后面李梦大概终究是技不如人，跟陈金飞掰了，杨采钰就和陈金飞官宣了，但现在也是过去式了。4. 豪门女星被性骚扰。阿香嫁入豪门之后，在圈里的活跃度就大大减少了，但她之前也是有过事业高光期的，当时她还是弯弯资本押宝的女艺人，这期间给她推了好多不错的资源，不是跟内地是人气花们合作，就是跟日韩的顶流艺人接触。早那些年里，阿香也是各种大佬局的常客。不过她不喜欢搞卖身换资源那套，早早就跟经纪人强调过这件事，甚至还自愿降低自己的合约分成来求得这部分资源置换方式的自由。别说，她这举动确实让老板高看一眼，也没有强求推她卖身上位，最后她能得豪门赏识，也是因为底子确实比较干净。没有主动卖身的经历，阿香却又被动性骚扰的遭遇，除了早年在大佬饭局里避不开一些咸猪手之外，她之前跟泡菜国的爱豆合作时，也被对方强行撩过。原本阿香知道对方是什么货色后，合作期间都很主动避嫌，离开镜头就跟自己的助理待在一起，塑造自己语言不通不好沟通的形象，来避免被爱豆骚扰，但避不开对方假戏真做，当着镜头对他上下其手。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